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在当下这个被流量裹挟、被算法重塑的内娱环境里，一部剧要想真正爆，早就不只是热搜、话题和粉圈控评那么简单，它必须穿透圈层，击中情绪，甚至改写平台曲线。而这一次，由杨洋主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显然做到了这一点，而且做得相当彻底。如果只看表层数据，这部剧带动优酷8月流量环比增长 15.26%， 拿下全年增速第一。如果再往深一层看，它在浙江卫视的表现同样逆势起飞，直接改写底盘档期的预期逻辑。但真正值得讨论的，从来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在一个爆款越来越难的时代，为什么偏偏是《凡人修仙传》完成了这次突围？答案或许就藏在信任二字里。从接锅侠到破局者，低谷开局的逆袭样本。先把时间拨回到上线前，《凡人修仙传》的档期并不算友好，甚至可以说是高风险窗口。7月末上线，正值暑期流量分散期，平台整体播放量处于全年低谷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个适合冲爆款的时间点，而更像是一个填坑位。业内人都明白，这种档期意味着什么？没有天然流量红利，用户注意力被分散，平台也不会 all in 资源。换成大多数项目，能保住基本盘就算成功。但《凡人修仙传》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不仅没有躺平，反而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逆袭。这背后离不开一个关键变量：杨洋的抗风险能力。娱乐圈从不缺帅哥，也不缺流量，但真正能在低谷盘中把剧拉起来的演员，其实屈指可数。所谓扛剧，从来不是在黄金档锦上添花，而是在冷档期雪中送炭。而这一次，杨洋显然又做到了。爆款体制的底层逻辑不是流量，是稳定预期。很多人习惯把杨洋归类为流量演员，但如果只用这个标签去理解他，反而会错过关键。因为他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流量，而是稳定。回看他的代表作路径，微微一笑很倾城，全职高手，且试天下，再到如今的《凡人修仙传》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：这些作品类型不同，题材跨度大，但几乎都具备两个共性：一，至少可看，很少踩雷；二，能形成长尾讨论，而不是一周热度。这在今天的内容市场里是极其稀缺的能力。因为观众已经被太多高开低走的剧教育过了，他们不再轻易相信营销，不再盲目点开新剧。真正能让人点击播放键的，往往只有一种心理：这个演员的剧至少不会太差。双引号，这就是信任成本的积累。而杨洋恰恰是少数把这种基础信任做出来的演员之一。破圈到底是什么？《凡人修仙传》给了标准答案。很多剧都在喊破圈，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。那么《凡人修仙传》的破圈体现在哪里？不是微博热搜，也不是粉丝安利，而是用户结构的变化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这部剧吸引了一批原本不看国产剧的人。他们是谁？常年混 B 站、看动漫的人，只玩手游不追剧的用户，对古偶、仙侠天然免疫的观众。这些人以往是国产剧最难触达的群体，但这一次，他们却因为《凡人修仙传》试水，甚至一口气追完全集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破圈，不是扩大同温层，而是打开新市场。而这件事之所以发生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著 IP 的基础《凡人修仙传》本身就拥有庞大的男性向读者群体，但 IP 只是门票，能不能留下观众，
还是要看改编质量和演员完成度。男频玄幻剧的魔咒为什么被打破了？在《凡人修仙传》之前，男频玄幻剧一直是高风险赛道。问题出在哪？剧情容易崩，节奏拖沓，升级套路重复，选角容易翻车，角色气质不匹配，特效容易拉胯，观感直接劝退。所以很多项目即使有大 IP 加持，最终也只是热闹一阵。但《凡人修仙传》却成了例外，原因可以拆成3点：一、人设立住了韩立的可信度。韩立这个角色本质上不是爽文男主，而是谨慎型成长者。他不装、不狂、不无脑开挂，而杨洋的表演恰好把这种克制感撑住了。这很关键，因为一旦演过头，就会变成中二；一旦演不够，又会显得平淡。而这次的平衡是成立的。2、节奏控制尊重观众耐心。这部剧没有走疯狂加速的路线，而是选择稳扎稳打。在短视频时代，这其实是反直觉的选择，但结果证明，只要内容足够扎实，观众是愿意慢下来的。3、工业化水准不拖后腿的制作，特效没有惊艳到颠覆行业，但也没有明显短板，这点很重要。在玄幻题材里，不出戏本身就是及格线以上。从流量明星到平台资产，杨洋的价值跃迁。当一位演员的作品可以直接影响平台数据时，他的身份就已经发生变化了。他不再只是演员，而是平台资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平台最看重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，而是否能带来新增用户，是否能延长用户停留时间，是否能提升付费转化。而《凡人修仙传》在这3点上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句调侃：杨洋的数据是写进财报的。双引号，这当然是夸张说法，但背后的逻辑是真的。他的作品具备商业闭环能力，观众为什么愿意再信一次？娱乐圈的信任其实是最脆弱的东西，一部剧翻车就可能消耗掉多年积累的好感。但杨洋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他一直在做减法，不频繁接戏，不盲目追热点题材，尽量保持作品稳定性。这种策略短期看可能不够热闹，但长期看却是在不断加固基本盘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作品信任点击数据更好的资源更稳的作品，这才是爆款体制的真正来源。关于第2季，期待为何如此统一？现在全网都在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季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催更并不局限于粉丝，而是扩散到了普通观众，甚至路人。这在当下其实非常罕见，因为大多数剧的生命周期是上线热搜争议遗忘，但《凡人修仙传》却进入了另一种状态。上线口碑扩散，用户沉淀，持续期待，这种长尾效应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行业的隐性对比，谁在刷存在感，谁在做作品。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绕不开的问题：为什么同样是年轻男演员，差距会这么大？有的人热搜不断，话题不断，但作品留不下来；有的人曝光不算最多，但每次出手都有结果。区别在哪？就在于有没有在关键时刻扛过事。所谓顶流，如果不能在平台低谷时拉动数据，那就只是热闹型流量；而能在逆境中完成破局的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资产。韩立之后还能走多远？凡人修仙传的成功不是偶然，它是 IP、制作、演员、时机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但在这其中，杨洋无疑是那个最关键的变量。韩立这个角色很可能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锚点。
而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观众开始形成角色绑定之后，他还能不能继续突破？这是挑战，但也是机会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在这个越来越残酷的内容市场里，真正能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最吵的声音，而是最稳的那一批人。至于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季会不会再创新高，如果你看懂了这次的逻辑，大概就不会觉得意外了。